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王健每日观察的直播节目。那么今天的题目是李克强说的那6亿穷人在哪里？这个题目呢是李克强在5月28号已经讲28号，他的总理记者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中国有6亿人他收入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他的这番话影响很大，反响非常强烈我心里就老记得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件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你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怎么还有6亿人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然后我就在找这个资料，给我找到了，给我找到。我们今天讲这个讲这个之前，今天其实新闻很多我挑3个最重要的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川普颁布行政命令那么国际宗教自由纳入美国的外交的政策那么今天签署的将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考虑宗教自由度，改善特别关注国的人权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呢，也是剑指中国因为中国的宗教问题应该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之一最严重的宗教问题。那么川普把这个宗教自由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那当然这个肯定是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美国明天是6·4今天中国已经进入6·4，那么国务卿蓬佩奥今天下午见了这个6·4的学院领袖还有其他像苏小康、李恒清、李兰菊那么在美国国务院进行正式会面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那么美国政府的官员国务卿见这个6·4的学院领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那么美国国务院今天也发表声明纪念6·4事件这是第二件事我都简单的说那么第3个事情就是美国政府今天宣布6月16号开始禁止中国的航空公司执行飞往这个美国的航班那么由于目前美国的航空公司3家美国的航空公司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批准飞中国的航班，那等于就是6月16号开始中美之间断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中美之间发生断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国发生疫情之后，美国是最早跟美国的航空公司最早停止飞中国然后到了3月26号，中国民航总局规定了5个亿的航空飞行政策，每家航空公司每个星期只能有一个国际航班飞一个城市，就是每个国家只能飞一个城市那你比如说国航比如选择飞美国，那你只能选一个城市，比如说你飞纽约每个星期只能飞一个航班。那么比如说东航你选一个城市比如说你飞旧金山那美国只能飞一个城市，它就是5个亿一下子把中国对外的这个航空的这个频率一下子就收下来到了这个月呢，美国的2家航空公司，一个是达美，一个是联航，就跟中国民航总局申请恢复飞中国的航班。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国民航就不理他，完全不接受他的申请，没有回应。然后呢，美国交通部呢就在5月14号找中国
民航总局都问他们提出交涉，说你要求应该放行美国的航空公司，民航总局也不回应，也不理他。那美国就认为你这什么意思？你这违反了1980年签署的中美航空运输协议啊！中美航空运输协议你要对等啊，你飞我这里，我得飞你这里啊，你能飞过来，我就得飞过去啊。那你现在光你往中国飞，中国的航空公司可以飞到美国来，美国的航空公司你不批准我飞中国不行，所以美国呢就宣布6月16号开始，中国的航空公司也不能飞美国啊。结果事实上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就中美之间断航，就开始断航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因为以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大概今天我重点的就讲这几件事情，都是中美之间现在是炮火连天，这就是关系不好了，就会这样啊，这就是关系不好了，就这样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李克强说，我们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左右啊，什么意思啊？所有人都在问啊，这6亿人到底在哪里？什么情况？这个无法想象啊，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啊，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中国大国崛起啊，大国崛起什么概念？中国2019年中国的 GDP 已经有100亿人民币，100亿人民币啊，100亿人民币，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万亿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怎么会有6亿人口？中国总共才14亿人口，有小一半的人收入少于1000块钱一个月，1000块钱才多少钱？除以美金，100多块钱，这个无法想象。好，到底是李克强的数据来自哪里？李克强的数据来自于北师大。北师大有一个叫收入分配研究院啊，这个研究院有个课题组，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课题组呢分线层随机叫分层线性随机抽取了7万个全中国7万个代表性的样本进行分析啊，进行抽样分析，然后最后进行分析测算，结果非常惊人。中国的低收入人群比大家想象多得多，高收入人群比大家想象的少得多。那当年江泽民时代为了抵抗西方的这种价值观的攻击啊，就是民主自由，江泽民发明了一个叫发展权。什么叫发展权？其实发展权讲穿了就是吃饭权。就我们要政治权利之前，我得先吃饱啊。这个理论很多人接受的，这个洗脑狠狠的洗了一把脑啊，狠狠的洗，一直洗到现在。现在不洗了，现在因为现在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现在意思就我们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已经大国崛起了，不再讲那个江泽民那套理论。江泽民那套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讨论政治权利之前，先搞定肚子，先吃饱为止。但是今天这个调查结果证明什么？如果你没有政治权，你争取不到政治权利，你就吃不饱肚子，你就过不好生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政治权利，你财富分配权利很低的话，你就挣不着钱。讲到底就是挣不着钱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所以我把这个结果跟大家说一下啊。他这个调查结果，就抽样调查之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它是这样：低于2000元的
低收入人群，2000元是个分界岭，低于2000块钱就是低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有多少人呢？ 9.64 亿，占人口总数的 68.85%， 大数 69%， 就将近 70% 啊。那么就是中国的低收入人群占人口的比例达到 70%。 1090到2000元占 26.26%， 有 3.6 亿，其中，然后低于1090就是李克强的这个数字了，占 42.85%， 占 42.85%， 就是6亿人。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500到800，一个月的收入500到800有多少人？2亿。低于500元，中国低于500元的人口有多少？2.2亿，能想象吗？一个月的收入低于500块钱，100美金都不到。那么完全没有收入的人群有多少？546万。中国有546万是完全没收入的人群。好，我讲好看一点的，中等收入人群，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标准，2000到5000，一个月2000到5000元收入，占多少呢？占 26%。这个人口比例呢，也是 3.64 亿人口啊，和什么人群是一样的？和1090到2000这个人口比例是一样的，就是占 26%， 有 3.64 亿啊。这个其中2000到3000元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属于什么社会阶层啊。那么是 14.8， 那么3000到5000 11.21， 一个是就是 14.58， 也就是2亿人啊。3000到5000 1.57 亿人啊。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一点点的比例都会很多人的啊。好，高收入人群，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以上啊，有多少呢？中国的高收入人群 5%， 5.13， 总共多少人呢？7182万人，这就是中国的高收入人群，总共是7000万，7100万人啊，7000大数7200万人啊，就是5000块以上的收入。那么其中1万到2万的收入有多少呢？占 0.56%。多少人呢？人口是多少呢？785万，不多的。中国的高收入就是如果你一个月的收入超过2万块钱，那你已经是在中国的金字塔的顶端了啊。只有784万人超过2万块钱，超过2万块钱以上的占人口的 0.05%啊，2万块钱以上，你要挣3万块钱一个月，那你就很牛了啊。多少人？70万人。中国只有70万人，他的收入超过2万块钱。这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抽样调查。这个抽样调查真的把中国的这个大国崛起宣翻在地。什么狗屁大国崛起？好，我们讲讲这6亿低于1000块钱的人到底在哪里啊？低于这个1000块钱收入到底在哪里？75%在农村啊。那么说明什么？这个6亿人，6亿收入低于1000块的人口，75%生活在农村啊，75%说明什么？说明城乡差距、城乡分隔是当今中国最大规模的种族歧视和人道灾难啊！你想一下，中国的农村人、农民，他们75%大概是
将近5亿吧，将近5亿，这个5亿都是在农村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36%在中部，34%在西部，也就中西部加在一起，70%在中西部啊，就是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就是地区差别太大，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还有一个人群大家都没想到啊，未婚比例占到将近20%，19.8%，平均年龄38.5%，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国的农村有非常多的人由于贫困娶不到老婆，有20%，中国有20%的人口没有办法娶到老婆，他的年龄已经达到38.5%，也就是年近40%，年近40岁了，还没结婚，这是一个情况啊。中国有这么大一规模的人群是没有老婆的，我将是没有老婆，也可能是没有老公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老婆啊，应该是这样。这是一个年龄小于15岁、大于59岁的人群，占19.7%和19.1%啊。那么这个是情况，就是什么？家庭成员多啊，然后有老人，他负担比较重，收入就低。然后呢，这个人群收入低于1000块的人群，平均受教育是多少呢？9年，就是中学毕业，他们平均受教育是9.05年，就是正好是中学毕业啊，中学毕业。然后在这些人群当中，45%、43%小学以下，文盲占10%，中国有文盲哦啊，这么多的文盲，10%的文盲。然后呢，这些人就业形势是什么呢？非劳动力就是不是劳动力，家庭妇女占37%，然后自雇就没上班，自己家里耕田或者是干嘛，18%，拿工资的占37%，其实是明显是比较少啊，比较少。总结一下，这1亿人口是什么情况？第一，绝大多数在农村，这第一；第二，分布在中西部啊；第三，家庭人口多，有老人和孩子的，这个收入就低啊；第四，文化程度低，有小学，基本上是小学，大部分是小学，然后还有文盲啊，然后还有就是大部分是自雇啊，或者是在家就业，或者是失业，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个情况是这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啊，非常落后的国家。表面风光都是平均数，普通民众真的很穷，比朝鲜好不到哪去。中国人天天嘲笑的朝鲜，你看看这个情况。只是这些情况没有被摄像机，没有被镜头，没有被人写下来、拍下来。中国大量的贫困现象啊，我讲风光的数据，大家就知道中间差距在哪里。2019年，中国的 GDP 将近100万亿人民币，超过14万亿美元啊，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第2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的基数，人均 GDP 10276美元，这 GDP 不是收入啊，但它的这个 GDP 水平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东部的省份啊，人均 GDP 已经超过2万美元。按照人均 GDP 的水准来说，美国是6万，全球是1.14万美元啊，普遍认为
发达国家的水平是3万亿美元啊，3万美元，3万人均 GDP 3万美元。对比一下中美对比啊，东北人均 GDP 美国是6万，全球平均是1.146，然后中国是1.042啊，1.276那么2018年美国的人均年收入3万6千啊，这是税前的啊，平均每个月是3000美元，相当于多少钱呢？相当于2万2千人民币，大概是中国的这个收入的8倍啊，8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按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收入跟那个1000块钱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刨掉什么呢？刨掉各种支出的税啊、保险啊、社保啊等等，全部刨掉，就是你可被支配的收入，年收入是3万0733元，月均是2561。2019年美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算成人民币是31万4427元人民币，大概是中国的10倍多一点啊。那么从这个数据能看出什么来？你看哈，人均 GDP 其实中国还是不低的啊，有14亿人口，能够达到人均1万亿啊，很厉害。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居民收入一点都不高，然后有6亿人口非常贫困，生活在贫困当中，6亿人口。然后中国的收入的结构是什么？那一般来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他们的收入结构是个纺锤形啊，纺锤形，就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啊是少的，然后中间有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样的话说明什么？这个社会呢，这个财富呢，慢慢的流向了社会的大部分的人群啊。那然后中间的这个中等收入人群就很高，然后呢，有一部分人没有照顾到啊，他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他就收入就很低啊，就是两头少啊，挣得多的人也是收入低。通常一个正常的国家进入中等发达收入国家呢，大概都是纺锤型。但是你看中国的收入结构是什么？金字塔型啊，金字塔非常锐的这种，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金字塔型，越往上人越少啊，这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看哈，低收入人群是70%，中等收入25%，高收入人群5%啊，它这个结构是一个这样的结构。这个结构说明什么啊？这个结构说明什么？这个结构说明了2点啊。第一点，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非常极端。中国的这个贫富悬殊的这个情况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这个情况啊，尤其是这种财富的分布极其悬殊啊，所以中国所谓的那是什么系数啊，都不对，非常不正确。恩格尔系数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的现实。从这个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的问题触目惊心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人群为主的国家，这个结论没有错，完全没有错。从这个调查来看，中国仍然是大量的以低收入人群为主，中等收入其实也不高啊，中等收入你2000到5000人民币也不算高，在国际上面也不算高啊，低水平低收入人群为主。高收入你说2万以上，你看看这多少？你看啊，5000块钱以上已经在中国已经算是高收入人群了啊，只占5%，5000块钱，1000美金都不到
什么情况？说明中国的中国老百姓的收入非常低啊，非常低。说明什么？老百姓的收入低的原因在哪里？老百姓收入低，居民收入低，国民收入低的原因只有一个：政府摄取了大量的财富，就盘剥这些国民。这说明什么？说明政治权力很重要，对吧？民权薄弱的时候，政权就把钱拿走了，老百姓就拿不到钱，老百姓没有办法分享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财富，财富都被谁拿走了？被政府拿走了。当然，政府拿走以后，官吏就在后面分，就是一个这个情况。所谓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个全民富裕的道路。从这个数据就能看出，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欺世盗名。你看一下中国人，这个原来是穷成这个鬼样子。这政府摄取了这个社会创造的主要的财富，民众拿的非常的少，这是第二个啊，拿的非常的少。那么从现有这个财富分布啊，这个收入分布来看，有几个问题啊，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中国现有收入的结构来看，中国的这个社会运行非常脆弱。我们之前讲过，中国有30%的家庭零存款，就没有储蓄，1/3的家庭啊，就是35%的家庭啊，35%的家庭，只要1个月没有收入，就出现什么？就断粮。从现在这个收入结构来看，肯定是这样，因为你收入这么低嘛，怎么会有储蓄呢？一定是没有储蓄的。所以30%的家庭，30%家庭意味着什么？30%家庭，中国有4.6亿个家庭，一个家庭有三口人，30%家庭就1.5亿个家庭，1.5亿个家庭有多少人？4.5亿人。中国有4.5亿人的是零存款、零储蓄，有5亿人，只要1个月，就是他的储蓄存款只能维持少于1个月的时间，只要他1个月没有收入，意味着什么？他就直接家里就断粮，就是一个这个概念。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社会。就当你经济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多人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就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天天嘲笑美国，说美国人没有储蓄啊，没有储蓄，天天嘲笑其实中国的社会运行非常脆弱，非常容易因为这个经济运行的波动产生社会动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你可从这个财富的分配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存在普遍性的社会不公和歧视现象啊，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非常不人道，中国政府难辞其咎，中共难辞其咎。中共要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这种普遍的社会不公和社会歧视，比如说城乡之间的这种割裂啊，承担责任。然后第三，政府摄取这个社会生产的主要的财富，它有非常巨大的道德危机。就是说他拿了这么多的钱走，但是没有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你想中国有这么多人，中国有几百万，500多万，多少人？我看一下，我都不记得，你看脑子不好使了吧？中国有2亿
2.2亿2000万人每个月的收入少于500块钱，2亿人收入500到800块钱，也就是800块钱以下的收入的人群有4.2亿，4.2亿，想象得到吗？4.2亿是什么概念？中国政府1分钱没给他们，你想想是什么概念？没给过他们，没救援过他们。所以中国政府天天吹牛逼，这牛逼吹大了，鄙视吧？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鄙视他们，这太可怕了，这是绝对是。所以中共政府执政的这个政府，在道德上破产啊。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调查是2019年做的。那么2019年之后，我们知道发生了疫情，然后经济今年就一塌糊涂，崩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想一下，我们讲过啊，中国有1.5亿个家庭，一个月没有收入，他就断粮。那你想一下，疫情到现在什么情况？那你想，中国有多少个家庭现在在断粮，处于一个断粮的状况？中国因为疫情，只在城市花了20亿，只在城市掏了20亿，为了疫情的这件事情啊，救助啊，各种救助，花了20亿，这件事情只发生在城市，农村完全没管。但是农村你看一下，1000块钱以下的6亿人口，75%在农村，啊，中国这些农村的人口应该有1亿个家庭，1亿以上的家庭，只要1个月没收入，他就断粮。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救助过他们1分钱，所以今年中国的社会形势非常严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这个情况为基础来分析中国经济今年的经济社会的情况的发展，尤其可怕啊，尤其可怕，特别是农村地区啊。那么特别是那些什么情况？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农民工。中国当前应该发生最大规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道灾难，就是农民工这个群体。为什么？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讲，中国6亿人口，75%，1000块钱以下的月收入都在农村，这些人要跑到城市里面去打工，然后往家里寄钱。可是现在城里他找不着工作，农民工现在失业，找不着工作，很多人回去了，因为找不着工作，他要在城里花钱，没办法，城里要花钱，那哪花得起？干脆回去吧。所以现在城市里面把农民工往回赶，所以这一大票的这个人道灾难就在农村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讲，这个普遍性的人道灾难非常严重，现在正在中国发生啊。第三，我们以这个为基础为背景，我们来分析看啊，简单的看一下习近平最近几年的内政外交，其中尤其是大规模的基建啊，一带一路啊，然后的大傻逼这些行为具有什么？大家怎么说？非常不道德。你想一下，中国有这么广大的贫困人口没有管，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扶贫攻坚，全是骗人的，哪有什么扶贫？扶个屁！以亿为单位的贫困人口，他扶贫怎么扶？你说怎么扶？派干部下农村，派得了多少？所以所谓的小康社会，那就是扯淡啊！所谓的扶贫攻坚，那是骗人。好，
由此我们再来看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再来看中国去年以来的财政危机，那后果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为什么？你想，如果政府失去了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的时候，受冲击最大的是谁？一定是低下阶层，一定是低下阶层。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引发地方经济的危机，特别是北方那些城市，政府一没钱，地方经济全完蛋，因为完全靠政府，特别是北方、西部、北方这种特征特明显。那越是西部，越是北方，地方政府财政越困难。那你想一下，这些地下阶层什么情况？那这冲击是非常严重。那我觉得现在在广大的农村，在城市里面有一大群需要救助的人。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什么一会儿援助这个，一会儿援助那个，他这里面就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这是个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放着国内这么多贫困人口不管，去做那些动作。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也不想再延伸说了，因为这个情况已经非常的清晰，而且这些数据很可靠，所以我愿意把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专题在这里结束。我希望大家对中国我之前讲过关于中国，大家看到的中国60%是假象，今天这个数据又证实了我这个判断是对的中国给大家展示的形象当中有60%是假的那么大家记住60%是假的。总之，你从官方的媒体、官方宣称的这些事情，一会儿卫星上天，一会儿什么火星计划纯扯淡先把人民喂饱再说这都是废话，我觉得都是没意义的。好吧，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特别强调一下，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点赞。我们YouTube 平台仍然在对我们进行限流和数据冻结昨天还在发生，今天我没看那么然后5毛也不闲着，所以呢，为了对抗5毛和限流，请大家给我们点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直播请大家还是要检查，因为我们现在离20万订阅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这个平台会很积极的帮我们洗粉，叫洗粉，所以你会无缘无故你的订阅对我们频道的订阅就不存在了，消失了，所以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好吗？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明谢乌伊里，谢谢阿玉 M， 谢谢昨天王老师讲64又动情了，给王老师买一条京都产的手绢，今天的领带很好看，谢谢你谢谢你。哎呀 OK， 威尔森哈，谢谢。听课前先点赞，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你。Alex 胡，谢谢。今天是我的生日，请王老师吃生日蛋糕。没错，我的生日是6月4日，虽然当时刚上小学1年级，但很多细节还历历在目。请问王先生，64算是一场由李鹏等人利用学运策划的政变吗？如果没有64改革派，会不会下台？或者是虽然可能失去政权，但对中国政治改革还是会有影响，不会完全终止？谢谢。我建议你，我不在这里具体的说了64肯定不是。先跟你说Alex， 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六四肯定不是一场政变啊，六四是一场学生运动啊。这场学生运动，学生提出，学生是中国社会啊，大学生啊，当时的大学生是中国社会最早觉醒的一群人啊，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然后中共这场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种广泛的支持，最后中共向他们开枪啊，这是最后的结果。你说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好，其他的什么改革派也好，我不认为中共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中共就是当权派跟靠边派，大概就是这种两个人群呢。我不大买这个以这些媒体啊对中共的描绘，我不大买这个账啊，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判断一直是错的，所以他们对中共的这个运行机制和属性，他们判断不正确。所以我不认为中共分为改革派、保守派等等这个那个，他们只有权力斗争，没有什么派不派，就是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结果是什么？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有人脉，没有派系，就是没有改革和保守之分，他们没有路线之争，他们只有权力之争。谁上去了，谁的想法就是路线，没有人反抗得了，因为他的权力实在是太大。大概就是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到的，你一说呢，我就知道你看到的那些故事是不对的，你还是要重新的把六四好好的补课，我就不在这里另外花时间讲，好吗？谢谢。金掌柜洛杉矶之夜，谢谢啊，给老师上午的节目点赞。六四绝对不能忘记，今天晚上点一根蜡烛。最近经济紧张，聊表心意，谢谢你啊，谢谢。Christy 周，谢谢。Happy Cha， 谢谢。Jonathan E， 谢谢。King 苏，谢谢。Joy 陈，谢谢。纪念六四，李梅，谢谢。谢谢王老师和美西，愿大陆人民早日见到民主自由之光，谢谢。Apple 人，谢谢。今早听完老师的课，我就拍了一支白蜡烛的照片发了朋友圈，他们要么认为我是为那位黑人同胞祈祷，要么认为我心情不好了。没人想起来今天是六四。老师，我突然觉得好孤独。你没什么孤独的，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是吗？Ncon， 谢谢王老师、美西所有管理员，你们辛苦了。现在有字幕太好了，可以广发给更多的朋友。是的，坚俊丁，谢谢。闪电233，谢谢。错过了直播最开始的部分，请问王老师今天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呢？直播结束后，我要再复习功课，我回头会把这个数据贴到。我会把整个的数据贴到我们的社区去，大家可以在那边看，好吗？还有一个，我提一句，记住，不要问一个记者你的消息来源是什么，好吗？这是我们的行规，我都不会回答的，我从来都不会回答。然后还有人问王老师，你通常看你的信息来源是什么？我不会讲的，这是我们的行规，我不会告诉你我的信息来源，好吗？带666，谢谢。支持王健老师，谢谢。Mike 朱，谢谢。Harry 温，谢谢。Viola 陈，谢谢。王先生你好，听你的节目几个月了，已经成为我的日常。最近出了字幕，我让我先生听那期西方的伪善，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一直是左派的支持者，但听了你对左派的分析，他也觉得您字字珠玑，非常有道理。在这个乱世中，感恩还有您这样的睿智的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希望你的声音能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听到，谢谢你，谢谢支持啊！张一林，谢谢。王先生好，天天一期不落的看您的节目，最近2期关于左派和六四的视频讲得特别透彻，希望你的节目已经让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在很多人心中生根发芽成长。我们要永远为自由抗争的人永远与为自由抗争的人站在一起。
这些人有当年广场的学生，也有今天香港街头的民众。愿荣光归香港，愿人人生而拥有自由。谢谢你，非常好。Jaden， 谢谢 Jaden Lock， 谢谢。观点：听完上一集有感而发，每年维园就像走形式，但这种形式何等的珍贵。小时候很疑惑，一个政权不至于此吧？经历过这一年，原来真实的枪声更冰冷，真实的眼泪更伤痛，血肉模糊的情景原来是泰山压顶的无助。6·4是什么？反送中又是什么？愿故事说到最后，这4代人的心声都不会被齐结。只有敢于清创自己伤口的人，才能承受这伤口背后所有的苦痛。我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6·4晚会，那时这个国家就真的强大了。说得好，香港人5月35晚我有约的是你，万事小心啊！6月3晚我有约的是你，万事小心。非常好 ，Jaden 你也要小心啊！古帆谢谢王先生为大家提供的字幕，会一直支持你啊！谢谢建议，烦请王先生把文章链发到社区，谢谢。观点，好，观点。一个国家的总理在全国最高规格的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收入1000元左右，然后洗地的人说小孩跟老人也算了，这是和大家开玩笑吗？情况我们这里超市工人就是1000，售货员也是1000加提成，但必须完成任务。举个例子，蒙牛牛奶销售员一个月任务50万，底薪1500，完不成底薪90%开。我四川3线的一个公司，当地人公开招聘，工资1800。我老家西北2线城市，我妹妹事业单位，一月工资3000，这在当地算是高工资。大家觉得数字不准，是因为自己接触的范围太窄，身边的朋友同事的生活都不错，所以觉得大多数人是这样。真正的低收入人的你没有机会接触的，就是这样。这就叫幸存者的偏见还是缺陷啊？我忘记了，脑子转不过来。观点：2万元收入，除了1线城市，其他城市还真不多。然后一部分在金融，一部分在互联网行业。情况我来说一下，我在北京做连锁快餐，国际连锁品牌，一个餐厅12个雇员，全部是长期钟点工，只包吃。店经理3600、6700，普通店员3000出头，年流失率100%多，一年下来除了店长换了1圈多。为啥还能招到工？因为去了隔壁的工资一样。观点：低收入家庭的数据可能准确，高收入家庭应该低估了。一是财不露白，而且有些收入不能见光。北上广深动辄上千万的房子怎么买得起呢？才不到1000万人口，收入才不到2万。情况天朝2%的人占有80%的财富。2019年招行金葵花客户资产占比的情况 1.8， 金葵花客户占 81.2% 的资产。是这样的。观点：现在淘宝住宅拍卖城市排名为苏州、佛州、郑州，是不是现在房地产断供的很多？要不他哪来的拍卖呢？那叫法拍啊，那叫法拍。观点：今天看到 CCTV 的新闻，采访了一个练摊的小伙，他说每晚收入12000，2年就在北2环买的套房，看得我都笑出声音来。政府忽悠年轻人练摊，是把这些年轻人往绝路上逼。每年都有一个新的忽悠方式，就是告诉失业人群自己去想办法吧。每晚12000，那还是练摊儿。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抢银行吧，怎么可能？卖什么东西？卖白粉差不多啊。我不应该这么说啊，抱歉，我收回刚才的话。观点，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其中5000万高收入人群出国也会给人中国人有钱的感觉。其实贫富差距想象不到的大，基本等同于印度。建议大家去看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看看重庆底层生活，会让人惊讶又不让人惊讶，是这样的。观点，中共又开始往脸上贴金了，明明经济出了问题，不得不启动地摊经济，居然说是中国的生机，靠地摊经济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吗？中共的逻辑太强大了。地摊都叫经济了，那真的是没经济了，你说呢？那商场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全去了地摊，那商场跟商店全倒闭了，那中国不就剩下地摊了吗？这脑子进水了，真的是。观点，号召全民练摊就是忽悠底层人民，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去摆摊呢？就算城管不收费不罚款，进货同样需要钱，这些钱可能是老百姓最后的救命稻草。要是摆摊失败了怎么办？等死吗？而这种经济也会给那些交税、交房租、交水电的实体商户带来沉重的竞争压力。是啊，说白了就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不知老百姓疾苦的高官们坐办公室一拍脑袋决定的，典型的和面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最后锅都翻了，就是这样，非常对。情况，昨天看国内新闻，某地响应政策支持摆地摊，结果一晚上遍地垃圾，最后连忙叫停。观点，大家不要试图叫醒小粉红，除了气死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是这样的。这个动作我们早就已经说过好多遍，小粉红就不必费那个劲了，好吗？观点，总理这段话应该是故意放的，不是说漏嘴。一方面为政府承受的扶贫压力甩锅经上，一方面为下一步搞地摊经济埋下伏笔。你想多了，他其实不是故意的啊，他其实是讲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一个要讲问困难，把问困难要讲清楚。第二个讲办法啊，所以练摊跟这个收入低，这就是摆问题的过程。我不觉得他是故意放话，为什么？这跟中共的逻辑不通啊，这不符合，就是他甩锅这件事情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逻辑啊。权力斗争有权力斗争的方式啊，不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什么呢？直接把船给凿了，直接在船底凿个眼儿，他也得沉下去，所以他不可能在船底下凿个眼儿，他不能这么干啊。观点，美国暴乱与香港抗争有天壤之别，一个有政治诉求和平抗议之后受黑警镇压的有限反抗，一个是没有特殊政治诉求的发泄式打砸抢。我不同意你这么说啊。美国当然也有，我讲过很多次啊，对，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就民众起来抗议啊，这个本身这个行为是合理的啊，就是民众因为有一件这样的事件，民众起来抗议，这件事情是正当，这是个正当的行为。是不是应该有这么大规模的抗议？多大规模的抗议都是正当的。为什么？一条命，一个常识，一条命跟10000条命是没有区别的，都是那么重要。不会说你死了一个人，哇，全国都上街。对，死了一个人跟死了10000个人都应该上街，是没有区别的，这是常识啊。
这是第一个。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观点是才死2个人算什么呀？这不是，如果你是那一个，就是天那么大的事。所以你记住，1万人跟1个人是没有区别的。所以1个人死了，全国人民上街抗议都是正当的，没有区别。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群众运动发展到后面，如果他没有办法，政府没有办法平复民众的愤怒，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愤怒的话，群众运动发展到最后面一定是会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地方的政府首长，他的政治取向会影响这件事情的发展啊。你比如说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市长或者是这个州长，当他的地区发生了一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他尽快的出来消解民众的愤怒啊，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民众就结束了，这是一个结果。那如果这个地区的行政首长觉得老百姓做得对，我啥都不干，结果是什么？他为了什么呢？为了承担责任，因为他出去安抚大家，甚至是控制局面，他有可能会得罪这些老百姓。所以呢，有些政府首长呢，他就干什么呢？他就做缩头乌龟，他就袖手旁观。你抗议好，抗议我不理，我支持大家，他就支持大家。他一支持大家的结果，就抗议就越来越高涨。他越来越高涨的后果是什么？群众运动，我说的群众运动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来自各个阶层、各个主体、诉求主体都跑到这个运动当中来。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有这么复杂的构成啊，它有不同的诉求，不是每个人的诉求都被满足。我告诉你，大部分人的诉求都不会被满足，或者不会被全部满足。那么你面前有一场社会运动，那这场社会运动会怎么样？所有的诉求都会跑到这场运动当中去，那就变得不可控。所以不要讲别人是暴乱，它是变成一个不可控的后果。有年轻人去烧轮胎，那么就会有人去抢商店，有人去抢商店就会有人去放火，就是这样。这跟谁有关系？跟政府有关系。政府是跟谁有关系？跟那个头有关系，市长、州长有关系。那么市长、州长，你可以看，闹得越凶的，一定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哈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你去看一下，把那个版图拉出来看一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民主党的执政者啊，我不是全部哈，你可以看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哈，不要挑字眼我就不说了啊。你看，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啊，民主党对这个游行示威基本上是不管的情况就是愈演愈烈，然后各种势力都介入到里面，然后就出现你说的这个暴乱的局面。共和党的这个州长或者是市长呢，就会弹压啊，就会控制局面，就没那么严重，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呢，美国的游行示威的文化和我们见到的香港完全不一样，这不是一件事情，不是根本不具有可比性。所以不要拿美国的这场抗议，我们叫抗议，不要叫暴乱啊，不是暴乱啊。美国的抗议和香港抗争，香港是抗争，这两个不同的事件啊，这两个事情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所以不要拿在一起讲啊。情况，美国的疫情人数数字虚高，每一个被诊断为冠状病毒的人，医院都能从政府领13000资金，如果重症用呼吸机能领39000，死亡人能得到更多，所以医院靠此生财。已经有多个医院被爆出来虚假数字，将无关病人算作冠状病毒， CBS 甚至摆拍假新闻，制造医院人满为患的假象。我很惊讶没人提这事儿，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一点都不意外。
当然我知道这种事情一定会被发现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有太多的媒体了，一定会被抓出来的。看法，王老师早上好。每当你认真的读出那些饱含深情的留言时，我经常被感动的sub。之前以为自己很孤独，来到这里才发现这么多同类的朋友，很感恩有你这样高素质的自媒体人，把这么多的同频的朋友汇聚在一起。来自一个从小被妈妈教育的 CCP 美好人，并将这种思想传承给孩子的香港新移民的心声。好，谢谢你，让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同温层在一起，好吗？情况6/4凌晨，我公公在王府井那的旅店，他说枪声跟除夕夜晚的爆竹一样。情况6/4期间，因为怀孕一直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但每天晚饭后都会骑车去北大三角地看学生的大字报。6/4前晚上去时，环境特别诡异，灯都关了，因为知道部队进京了，感觉要出事，当晚就开枪。第二天一早，楼上一位阿姨坐在楼外的路边栏杆上整整一天，因为她的二女儿头天晚上去了天安门广场，一直没回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通讯方式，好可怜。30年过去了，那个场景就像昨天发生的，永远不会忘记。谢谢王先生的坚持。那个阿姨不知道怎么样。情况89年亲历天安门广场，绝世学生没有砸抢烧，救护车以平均1-2分钟的速度拉需要急救的学生。开始军队准备进城被阻，北京老百姓给士兵送水和食物，换来的却是子弹。后来烧军车等行为都是开枪后老百姓的愤怒的反应，他们就把先后次序调一下就完了啊，这个很正常。共产党这个是绝对做得过来啊。情况，蔡英文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每1分钟就有60秒过去，可是在中国每一年却有364个日子，有一天被遗忘掉了。情况89时我大一，因为这个事件学校推迟了一个月入学。印象最深的是那2年毕业，很多学长被强制分配到最贫困条件最差的农村，很多人没有入职报到就下海了，后来反而成就了很多人。是这样。情况，感谢香港人，我小的时候就是在香港人捐助的学校里念书，当时不懂，只知道香港老板很有钱，捐助了很多学校。现在好多在香港人捐助的学校毕业的大陆人，慢慢的变成了粉红，倒打一耙，和 CCTV 一起辱骂香港人，辱骂自己的恩人，可悲可怜。感谢香港人，荣光必归香港。好，还有2个啊。观点，中国这个神奇的地方，政府骗人民，人民也骗政府。我知道深圳科技公司员工都在1万到3万的收入，但是他们各种办法降低个人所得税。我觉得这些官方数字与实际有几倍的差距，这不是官方数字，所以我是相信的啊。对，深圳的这些大企业的收入是很高的，这个没有疑问。华为收入更高啊，但是那有多少人呢？华为总共才18万人嘛，对吗？中国有几个华为？没几个华为。情况，王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墙内90后，疫情开始关注您，也在那个时期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很麻烦，之前一直被误诊，最后瘫痪丧失劳动力，同时孩子2岁被诊断为自闭症。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击溃了我的内心，还好父亲收入高，听了您的节目觉醒了，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三观碎了一地，重新组起来，才发现跟身边格格不入，这才明白这一切造成自己痛苦的原因很多啊！感谢您，在您现在在您的节目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谢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后面的路。
好吗？谢谢。重要情况：东部沿海某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今年公务员居然放送精神文明奖，市精神文明获得层级大约3个月工资水平，真是出离于愤怒。五毛粉红，你有份吗？好吧。明谢啊，明谢啊 ，Emma USA， 谢谢 ，Elby 江，谢谢勿忘64，李兆明，谢谢，等待为64证明的那一天，谢谢 ，Good fella Oz， 谢谢，感谢王先生深沉真切的8964纪念，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真相，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辛苦了，请喝一杯澳洲咖啡，谢谢你。红庞，谢谢，支持王先生，支持香港人，愿荣光归香港，谢谢。袁薛，谢谢，薛元，谢谢，谢谢王老师啊。林建辉，谢谢，阮光能，谢谢。Frank Glenn， 谢谢，王 Sir 今天的领带好潮，谢谢你啊。瑞妮王，谢谢。64找出理智的歌厅广场，1999、1990的春天等等。又听到他的自白，说他就是希望我们的后代可以生活在一个文明的世界，能够看到蓝天，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够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生活。泪崩，没想到这个国家还有这样醒着的人，觉得还是有希望。Aziza， 谢谢，请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的节目，每天检查订阅，没有通知就直接来好了。王老师辛苦了，美西加油，谢谢 Aziza。姥姥王，谢谢。8964，我在美国 AT&T 北京办事处工作，公司在东郊民巷的国际饭店在国际饭店啊。从5月开始，我每天走路到天安门广场去，和全国各地的学生说话捐款，那种氛围是振奋的，感动人心的。6月3日晚，月明星稀，我去往城里的路上看，布满了外地调来的军队，军人以为是北京有暴乱，半夜在家里看 CNN 直播，开枪了，仿佛在梦里，接着画面就拉黑了。第二天清晨，外籍朋友骑自行车去看现场，协和医院，他说尸体无数。我对新中国的理想跟着埋葬。陈 Humphrey， 谢谢。曾明奇，谢谢。请王老师跟美西喝珍珠奶茶，谢谢。Sean， 王 Sir 提到的2亿多人月收入500不到，说的我心里好难过。再次想起16年前甘肃杨改兰盛世蝼蚁的现象，中国百姓太惨了。这就是政治权力的重要。我们还是那句话，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如果你没有民主，没有政治权力，饭都没得吃啊，这就是例子啊。Judy 王，谢谢。陈杰夫，谢谢。产 Claudia， 谢谢。James Man， 谢谢。重要情况，今天郝海东和叶昭颖实名反共了，现在正在郭文贵网络直播啊。邵鲁山，谢谢。MMM 报，谢谢。请大家继续关注香港，为那些年轻人祈祷平安，他们让我常常泪目，愿荣光归香港，谢谢。Daniel 梁，谢谢。程路，谢谢。Grey Wolf Lee， 谢谢。J10，谢谢。王先生生日快乐，敬佩先生渊博的知识，广博的善心，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我的生日还没到，不过提前过也挺好，谢谢你啊。贝拉瑞，谢谢。姥姥王，谢谢。当时香港人对64的支持是全民全力。我后来去香港住了1个月，还保留着报刊杂志，多年来香港人都没有忘记，是的，一次都没落过啊。
Steve Toronto， 谢谢，感谢王老师的付出。今天是我和我太太在一块儿2年的日子。近期我们在家办公，天天听老师的节目。Steve， 谢谢你。Jane， 谢谢。Crystal Bell， 谢谢。Charles Kong， 谢谢。支持揭露大国崛起的真相。毕业那年，我曾经自告奋勇去一家晶片公司流水线实习，穿着防尘服，一天工作13小时，不能坐下，也不能说话，月薪和其他工人一样是1500，穷苦的无法想象。工人们没有任何财产，只能吃最差的食物，并且随时裁员。低下层的工人生活非常悲惨。胡国峰，谢谢。只有熬夜才赶上直播，请王老师一杯法式浓缩，继续看转播。谢谢老师的努力坚持，谢谢。Little Lamb， 谢谢。金阳，谢谢。王老师辛苦了，我请朋友看你的节目，我朋友说我没钱看也没用，所以用你的，所以你今天你的王健每日观察改得好 ，OK。Jessie， 谢谢。Joy 刘，谢谢。中国朋友圈前2天打了鸡血一般，愤怒声讨美国警察，今天6·4集体沉默。Ivan 陈，谢谢。勿忘6·4，感恩野百合，期待未来。GM， 谢谢。老师好，今年6·4，天终将会亮，愿荣光归香港，谢谢。CHN， 谢谢。支持王老师。米尼亚德，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我们下个节目再见。NZ 川云，谢谢。作为一个亲眼见过街头尸体，亲耳听见枪声的北京人，谢谢王先生，永不忘6·4，谢谢，再见。